無論新老玩家，角色進入地獄難度最頭疼的問題是各種免疫怪讓我們寸步難行。要在地獄難度刷寶，首先就需要解決破免的問題。這也是很多人玩錘釘的原因，因為魔法免疫的怪相對少。然而，如果有人告訴你術士完全無視免疫，根本不需要去搞什麼劳什子破免 GC，65級就能橫行地獄，你會怎麼想？今天的視頻，我與大家分享一下術士惡魔綁定破免和惡魔屬性選擇。懶人包，回響術士綁一個惡魔破物理免疫及各種元素免疫，65級輕鬆刷地獄全圖。惡魔的光環中，信念最好，议會純元最好抓，鐵匠好，但用時長，恐龍攻高更花時間。下面是詳細內容。術士的傷害光靠回響打擊就已經很高，但是術士還有一項逆天的技能，綁定惡魔，這意味着可以用極低成本打造雙光環術士。綁定的惡魔會保留所有的屬性和光環，比如元素免疫、物理免疫、特殊打擊、冰強化等等，其带有的光環也会被保留。不過點開綁定技能需要7點技能點，一開始會有這樣的疑問，值得嗎？答案是值得，非常值得。這個技能使回響術士不光傷害高，而且完全無懼物理免疫，真正可以橫行 Sanctuary 大陸。綁定惡魔技能1級時，綁定幾率只有 11%， 傷害加 75%， 傷害加7%。對於綁定幾率，我們不需要太擔心，1級就夠用，抓地獄難度的惡魔足夠了。靠裝備再撐幾級當然更好。傷害增強不是重點，實際上抓來的惡魔都很強，1級綁定的惡魔已經能獨自頂住地獄的巴爾，比主角還強1萬倍。另一個惡魔技能是惡魔掌握，這個技能描述的非常模棱兩可，增強召喚和綁定的惡魔，最大惡魔數1，惡魔掌握達到10級時，最大惡魔數會加1，20級時再加1，一共可以有3個惡魔。要注意的是，綁定的只能有1個，其他的必須是召喚的。這也打消了斯壯曾幻想的招3個惡魔各帶光環的夢想。如果你已經綁定了一個惡魔，當你再綁一個的時候，會自動替換掉你現在的。因此，如果你已經有一個不錯的惡魔了，千萬不要再隨便綁定。綁定的惡魔會一直跟着主角，無論是退出遊戲、重建遊戲。不過，一旦主角掛掉，惡魔就消失。因此，術士更要注意安全。不小心掛掉一次，可能需要幾個小時重新綁定一個合適的。即便只能綁一個惡魔，也已經對符文之雨產生強烈的衝擊。這意味着對於術士來說，不需要任何高級符文就能夠破免。無論是火術士還是回響術士，將不再需要桑的 GC。65級回響術士抓個帶詛咒的寶寶，隨便做一把眼光就可以清地獄了，抗性負數都沒問題。做起來非常簡單，找一個帶 Cursed 诅咒屬性的怪，打他幾下，然後綁定過來當寶宝，之後你就無敵了。带 Cursed 屬性的惡魔會自動對他擊中的敵人群施 Amplify， 傷害加深詛咒，一大片的那種，紅彤彤一大片。Amplify 傷害加深是死灵法師的一個技能，減100%的物理抗性。這就是術士破免的絕招，哪裡需要去刷什麼破免 GC？ 有些網站介紹說 Amplify 对於破免只起1/5的作用，意思是如果某個怪对物理傷害免疫， Amplify 只能減掉其 20% 的物理抗性。但是遊戲中的體感與這個說法有一些差別，在遊戲裡很難看到不能被破的物免怪，當然也可能是斯壯玩的時間少，見的怪不夠多。有遇到过 Amplify 破不了物免的朋友，請在留言區留言。另一方面，破免后的怪很容易杀，并不像
只是被減了1/5的物免的作用。比如一個怪剛好100%物理物免，用了 Amplify 後，按1/5的說法，其物理抗性應該還有80%。此時用物理攻擊能打得動，但應該依然很難打。然而中了放大诅咒的破免怪在物理攻擊面前并沒有表現得比其他怪更強，一樣直接被秒掉。無論如何 Amplify 詛咒可以破物免，而且相當好殺，這對於回響術士來說是極大的增強。對於普通怪，相當於直接使回響打擊輸出翻倍，同時無視任何物免，真的是可以做到在地獄難度橫着走。綁一個帶 Curse 的屬性的惡魔，物免怪將從我的世界中消失。對於火系術士來說也同樣好使，只要抓一個帶信念光環的惡魔，馬上就解決了元素免疫的怪。不過 Conviction 相比 Amplify 來說差點意思，元素破免後怪物的元素抗性仍然很高，殺起來就没有那麼輕鬆，需要再輔助其他一些減抗的裝備才可以更順暢。下次我們再具體聊聊火術士怎麼搞。回到正題，綁定惡魔使回響術士輕鬆破物免，同時傷害輸出直接翻倍，不需要任何高級符文，不需要刷破免的 GC。 什麼樣的惡魔最好？地獄的普通精英怪就很好抓，1級綁定惡魔足夠。最方便抓的惡魔是崔凡克的议會成員，在這裡可以比較容易找到你想要的光環和屬性組合。怪物屬性裡诅咒屬性必須有，比光環更關鍵，其次才是光環、石膚、元素免疫甚至物理免疫等等，再其他的屬性就是可有可无了，不重要。光環則有幾種選擇，狂熱可以同時加傷害和命中，但兩者都不強，給隊友只增加1半的傷害增強，而功率也比祝福之瞄準弱，屬於都有但都不強類型。对於回響 build 对比可知最好的組合是詛咒加信念光環。相对而言 A2 佣兵的力量光環在85級时候能夠達到20級左右，傷害增加200%，因此這是最佳的組合。詛咒信念光環惡魔加上 A2 力量光環佣兵，這可以使回響術士傷害翻倍。信念光環不光減低怪物的元素抗性，還會降低其防禦。14級的信念光環能減少怪物86%的防禦，這近似等於無視怪物防禦的屬性。按照命中公式，我們可以對比各個光環對於命中的影響。為進行對比，我們固定其他條件，在角色與怪物等級相同的時候，命中公式可以簡化成這個。對比3種情況下的命中率。第一，无視防禦時命中為100%，但遊戲最高只能是95%。用14級信念光環，命中為93.5%，帶14級瞄準光環加270%的 AR， 這個計算比較複雜，這裡直接給出結論，命中約等於 71.4%， 結果一目了然。最佳惡魔是詛咒屬性加信念光環加物理免疫。綁定惡魔很簡單，朋友們應該都知道怎麼抓了，沒玩過術士的朋友也不用擔心，直接讓我們的術士走到地獄難度下的崔凡克，看到想要綁定的怪物打他幾下，然後直接上去放技能綁就是了。雖然面板上寫的成功率很低，但不用管，只要多綁幾次都能夠成功。在找到想要的詛咒加信念的惡魔前，先隨便綁一個，他們強得很。接下來直接讓他頂在前面，主角就可以安全站身後，仔細查看惡魔的屬性，直到找到你想要的。這個過程可能很快，也可能很長。下一個問題是抓誰？這裡有幾個具體的建議。崔凡克議會成員，優點是路程最短，產出最穩定，
屬性組合多，是最損時間的地方。缺點則是议會成員有時候會逃跑，不能穩定的頂在第一線，吸怪不夠穩。第二個推薦是第4幕的鐵匠，他的 AI 更積極，總是衝在最前線，不會像議會成員那樣經常逃跑，拉怪最穩。缺點是距離比較遠，需要一路殺過去，要刷出想要的诅咒加信念加物免的屬性，可能需要花很長時间。第3个推薦是第5幕的恐龙，優點是基礎傷害更高，如果你追求更強的攻擊能力，它會是很好的選擇。缺點是抓它所需要的時間更長，要攢齊需要的3項關鍵屬性也更難，適合一邊練級一邊慢慢刷。還有一個可能是選擇之一，有人說可以抓 Herald 怪做宝寶，有專注光環。如果能抓到專注加詛咒的惡魔也是不錯，不過即使14級的專注光環加傷害 275%， 仍然不如信念光環的減防來的有用。這裡的加 275% 的傷害不是將最終傷害直接翻 2.75 倍，只是增加了武器傷害的 2.75 倍。比如拿1000傷害的無形眼光，在專注光環下增加2750傷害，這對於總傷害 24K 的來說，提升並不關鍵，不到 12%。相反，降低 85% 防禦，將能使命中從 66.7% 提升到 93%， 直接對總傷害提升了近 27%。所以4壯還是建議抓信念怪。有網站列出了遊戲文件中定義的可以綁定的怪的清單，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4壯的建議是，只要有我們需要的詛咒和信念光環，什麼怪好玩抓什麼，不需要糾結。對於回響 build 來說，抓到的任何一個惡魔就已經是不死的坦克。回響術是主攻回響，惡魔技能數最多也就能加15到20點上下，攻擊高不到哪兒去，區別不明顯。只要有我們需要的詛咒和信念光環，什麼怪好玩抓什麼，不需要糾結。這一期就到這兒，下一期更精彩。訂閱4壯，不錯過下一期。我是4壯，再見。